在文化传统、教育理念等方面，韩国足球其实和中国有很类似的地方，譬如两者其实都没有什么体育传统，更多的只是爱胜利、爱冠军，也都极端注重教育，相信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拼命卷教育，各种课外补习班简直不要太夸张。学校里有足球场的比例比咱们还少，只有10%的中小学有场地和足球队，足球市场也小，俱乐部都要靠企业补贴。但自负盈亏的韩国足协却有大额盈利，整个韩国足坛假赌黑一样也不少。这种情况下，应该是大家手拉手往谷底走，怎么人家就见异思迁，不辞而别，远走高飞，劳燕分飞了呢？原因是在哪儿？区别可能就是普及和青训体系。我是足球司机韩，有幸得到图书叔说的详细数据支持，一起来聊聊韩国足球的人才培养体系。像足球这样长周期高淘汰率的项目，必须有高普及。普及一般有两条路，一种是狂热的喜爱，譬如美洲国家；一种是急需证明自己的急迫，譬如韩国。一个国家的体育是能够提升这个国家声望的，但体育不一定是足球啊，譬如在中国就可能是乒乓球。但韩国在亚洲区域内足球发展的更早一些，在1956年和1960年蝉联前2届亚洲杯的冠军之后，又获得了独立杯、国王杯以及亚洲青年杯等赛事的冠军。足球在韩国处境最糟糕的时候，引发了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际声望，因此足球在韩国是有着崇高地位的。而韩国足协是民间组织，要自负盈亏，收入多来自于企业赞助。企业赞助做品牌宣传可是很在乎正面形象的，所以韩国足协对足球形象的塑造还是很上心的。所以在韩国，民间对踢足球是没有什么抗性和偏见的。韩国政府这边因为88年汉城奥运会开始意识到了体育经济的好处，便利用奥运会的盈利成立了一个国家体育促进基金。基金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建设基础体育设施。后来为了举办02年世界杯，不仅新建了10座新体育场，也大量翻新了老旧场地，还附带建设许多训练场，这对开展足球活动和训练首先奠定了设施基础。结果02年世界杯很成功，影响力也很大。之后的10年里，韩国足协得到的商业赞助总额增加了10倍，有回报可以追加投入。自2002年以来，韩国足协出资或提请政府修建了近2000个公共足球场和1000多个学校足球场，学校足球场从173个增加到1604个，这个增加数量有点爆炸。有了场地，有人去才有价值。管理部门并没有走传统的路子去宣讲足球文化、拼搏、竞争、团结、奋进的理念，而是强调足球提高国民健康和长寿的作用，而长寿是韩国传统中 very 重视的一个话题。这就出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，就是韩国多数人对足球并不怎么有兴趣，只认为足球是少数人为国争光的东西，结果却因为健康和彼此陪伴被普及了起来。在韩国出现了7000多个社区足球俱乐部，总会员超过26万，成为了韩国最大的社区体育组织，几乎可以相当于中国的广场舞，只是年龄层不一样。这有点机缘巧合、阴差阳错、歪打正着的意思。可以说中韩之间的第一个不同就是韩国足球的群众基础比较厚，但是当健身和愿意投身足球作为职业不是一回事，大部分也就是玩玩而已啊。单独练足球我得考大学呀。这韩国的教育观念其实和中国相当接近，普遍认为运动员不应该是孩子的第一职业，甚至是学习不好才去搞运动。大多数学校只留下一小部分学生来参加学校的运动队，很类似于我们国内所说的体育特长生。而韩国职业足球运动员几乎都来自于学校足球队，他们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一直到大学都踢校队，毕业后进入职业队等等，这里有矛盾的。之前说足球的成才率比较低，而韩国人又和咱们一起执着于高考，只有很小一部分学生踢球，那竞争不激烈，水平又会很低才对。按说不会卷出什么好球员的，为什么人家情况恰恰相反？这里就是关键了。有一项制度让韩国为数不多的校园足球队竞争很激烈，那就是足球特长生升入大学有特殊优待，情况一下反转，以至于足球成为了特殊的升学捷径。韩国只有10%的中小学校有场地有条件组建足球校队，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走足球道路，只能给孩子办理转学。在首尔崇古小学，从2年级开始挑选队员，一般情况下是家长主动找到校队给孩子报名，但每届只有大约1/3的孩子能够被选中。进入校队之后，队员们每天进行2个小时的训练。原本到了中学阶段，学校足球队的队员就会半天上课半天训练，而从2011年开始，为了保证教育质量，
都是在下午放学后再进行训练，但常年不懈，而教练员竟然也有保证。韩国初中和高中的体育老师必须有大学体育专业资质，而现在这种资质的要求已经往小学阶段延伸，甚至随着越来越政治清训的正规和科学，很多知名球员也主动去各级学校担任教练。譬如首尔雁南高中的主教练就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韩国队主力郑中宪。实际上，这与中国当年的专业体校制度很相似，他们从小学阶段就开始接受专业足球训练，并不断筛选淘汰。在全国1600多所有条件的学校里，各年龄段2万多名学生在校队每天接受专业练习，另外有1万多名不在校队等待补进的学生，厉兵秣马，枕戈待旦，虎视眈眈，望眼欲穿，形成一个常年3万多人的青训人才库。不过咱们之前的社会主义体校是免费的，而资本主义韩国则是收费的，而且价格不算低。学校发给教练的薪水只是体育课的费用，作为足球队教练的薪水、球衣、训练器材全都由家长负担，足协只会补贴全国比赛的食宿费和交通费。在雁南高中，教练组是标配的1个主教练、5个副教练，加上其他场地租赁费等等杂七杂八的。足球校队学生的月培训费是约7000元人民币。但韩国大学的体育特长生录取制度让高中校队的平均录取率超过50%等等，韩国大学普通本科的录取率也有50%左右啊，没差呀。不过韩国人卷的不是上不上大学，而是卷的上不上名校。韩国全国200所高校，最顶尖的3所大学 SKY、 韩国首尔大学、高丽大学、延世大学录取率不足 2%， 其他排名靠前的名校录取率也没超过 10%。 韩国的企业也尽挑着名校录员工，而韩国有资格录取足球特长生的大学有70来所，只占韩国大学的1/3，还是属于排名比较靠上的1/3。这样一看，靠着踢足球上更好一点的大学还是很靠谱的。而且这种足球特长生的录取条件主要依靠成绩，高中阶段全国性比赛8强就有很大希望，进入4强甚至可以免除学杂费，还有优先选择学校的权利。所以其实很多人就只是靠踢球做升学跳板，高中比赛也激烈异常，球员之间更卷得厉害，水平因此也很高。而升入大学之后，还有大学生足球联赛，更是佼佼者之间的竞争。韩国的大学生联赛简称优联赛，其规模和水平基本上达到了半职业水平。本赛季参加优联赛的就一共有86支球队，分为全域联赛以及王中王战2个阶段。第一阶段将参与的大学分为7个赛区，各赛区前4名直接晋级，剩下的4支球队则在5到6名之间通过抽签淘汰赛的方式对决选出，然后32支球队进入到季后赛，也就是传说中的王中王战。除了最后的决赛采用双回合外，其他都是单场淘汰制。而且这些球员的优秀者通过比赛可以敲开职业俱乐部的大门，因此比赛很是激烈刺激，影响力不亚于 K 联赛。2016年之前，大学毕业的球员和一些业余球员可以在赛季末申请进入选秀，寻找进入职业联赛的机会，类似于 NBA 选秀。而2016年这项制度正式终止，改为俱乐部青训优先指名和自由签约2种制度，规定还很详细，根据不同的球员指定了相应的等级，然后根据等级确定合同期限、签字费和基本工资范围。优先指名说白了就是把一些 S 级球员在高中毕业时提前签约抢在手里，根据球员意愿可以随即参加职业俱乐部或是等待大学结束加入。2019赛季就有134名新秀获得了 K1、K2 联赛各球队的指名，其中15名球员按耐不住，迫不及待，如饥似渴，急如星火，决定不上大学了，马上参加工作。但由于韩国按资排辈的思想很重，提前进入职业联赛并不一定是什么特别好的选择。现在韩国队的中锋曹圭成就曾是 FC 安养的优先指定球员，但是安养工业高中毕业的曹圭成2016年还是选择先上光州大学，在优联赛锤炼了几年，获得优联赛8组的冠军，也更加成熟。2019年正式进入安养一线队后，立刻成为球队骨干。半年后，曹圭成就入选韩国国奥队。不过，韩国足协是相当鼓励年轻人尽早参加比赛的，制定了很多政策，譬如国际足联不允许18岁以下球员签署职业合同，韩国足协就制定了准职业合同的政策，鼓励各俱乐部以这种形式签下高中生球员。2021年，17岁的姜成进就创造了 K 联赛历史上最年轻的球员出场记录。而且2021年，韩国足协还制定了新的 U22 政策，内容比较复杂，咱们也没有必要弄太清楚。总的来说，就是用控制比赛报名人数和换人数量来促使俱乐部使用 U22 球员。
为了避免很多年轻球员外流，特别是前往日本，影响 K 联赛的商业性和竞争力，还规定不经 K 联赛筛选的球员前往国外5年内不得回 K 联赛。就是我可以不要你，你不能私自跑。由于韩国职业联赛市场比较小，整体水平在亚洲也不算顶级，收入也确实比别的联赛低，很多年轻人还是喜欢往国外跑，特别是出类拔萃或者是自认为出类拔萃的那种。主要2个出口，一个是尖联赛，一个是欧洲。比如现在成都荣城的金敏友上的是最顶级的延世大学，没经过学校同意就跑到了爱因霍温实训，结果冒险变成了冒犯，延世大学十分生气，把他开除了。没办法，金敏友只好去了日本鸟栖砂岩，投奔到了同胞尹京焕的帐下，在鸟栖砂岩以绝对主义足足打了5年，成为了球队历史首位外籍队长后，才重新回到韩国，加盟水原三星蓝翼。虽然和白振浩都是10来岁就去了欧洲，这除了说明韩国和欧洲俱乐部的联系比较紧密，通路比较顺畅外，也说明韩国的这套人才培养体系还是相当成功的。因为足球的成才率很低，在孙兴民、李刚仁和白振浩这样踢出来站在聚光灯球员的背后，还有许多同样去欧洲闯荡却默默无闻或者惨惨淡淡的塔基。但韩国在保证自己校园联赛很火爆的前提下，还能源源不断的输送塔基，可见这套系统的成才体系是很有效率的。有了人还要有战斗力，韩国足球的战斗力一向不错，就算能力不济的时候也会占一个难缠。除了他们骨子里不认为体育仅仅是体育，还是脸面和荣誉之外，还有实打实的影响到切身利益的兵役制度。按照韩国的兵役法规定，20岁至3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服兵役，期限最短的兵种也需要服役2年，而这个年龄段正是足球运动员光阴似金的年龄段。但人家也不是不人性，还有2种情况，足球运动员可以不服兵役，要不在大赛上拿到免兵役积分，譬如奥运会、世界杯的奖牌，或是亚运会的金牌等等；要不去金泉少武队踢球，这是一支隶属于部队的球队，在这个队踢球等于服兵役。这就是为什么亚运会足球越来越被嫌弃的时候，韩国足球却极为重视的原因。他们要拯救大兵孙兴民，拯救大兵李刚仁啊，避免他们的职业生涯夭折啊。而经常有这种需求，也塑造了韩国队比较积极的比赛气质。总的说来，韩国这个社会文化传统和教育理念其实和中国差不太多，但通过政府的基础建设和宣导，以及大赛的举办，形成了普及，以足球特长生这个制度建造了校园足球体系，而且还不是花架子，是切切实实能够和联赛接轨的，并且还能卷出大批水平不错的胚子，还真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一下。我是足球司机韩，客观看足球，理性扒真相。如果你还喜欢这样的视频，不妨关注点赞，我们随时聊。